中美关税休战90天，全网都在庆祝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可能是今年最大的投资陷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就在消息公布的当天，美国黄金暴涨2%，美股却在下跌。华尔街的老狐狸们用真金白银在告诉全世界，这是利空消息。反过来看，咱们 A 股银行板块却疯狂拉升近2%，直接带着大盘翻红。你发现没有？同一个消息，两边市场的反应完全相反，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，为什么我说这次休战可能比继续打更危险。前几天中美关税谈判在瑞典结束了，虽然还没正式签字，但消息灵通的朋友都知道，8月12号之前这90天休战基本就定了。可你知道华尔街那帮老手是什么反应吗？黄金疯涨，股票下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拼命买避险资产。咱们这边呢，银行股直接拉爆，好像在说兄弟们别慌，我们撑着呢。同样一个消息，为啥反应这么不一样？这里面的门道可就多了。要搞明白这事儿，咱们得先理解一个词，什么叫休战？你看过古装剧吗？两军对阵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局面，双方都摆好阵势，刀枪都亮出来了，但谁也不动手，就这么瞪着眼睛对峙。这既不是和平，也不是开战，而是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。中美这次关税休战，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。那美国为什么要玩这一套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因为中美之间要掰扯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世界老大的位置，俄乌这摊子事，朝鲜那个小胖子，东南亚那一堆小兄弟，还有人民币要不要挑战美元的地位，科技到底谁说了算，这些问题就像一副永远打不完的牌。所以美国的想法很明确，关税这张牌我得留着，关键时刻好使，绝不能轻易把牌打光了。但这张牌又不敢随便出，为啥？因为美国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反击啊。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川普对全世界无差别开火的结果吗？美股直接给他来了个暴跌，把老头子都给吓坏了。后来好不容易稳住，估计心里还在琢磨，我这实力到底够不够硬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跟中国谈之前，美国已经把日本、欧盟、英国这几个小兄弟都搞定了。这个操作就很骚了。美国的套路是什么呢？先放风声说已经跟中国达成协议了，然后拿这个假消息去吓唬欧盟和日本，你们看连中国都妥协了，你们还不赶紧签字？咱们当时不是一直在辟谣吗？其实就是在拆穿美国的把戏，告诉其他国家别被忽悠了，该强硬咱就强硬。现在美国把小兄弟们都收拾妥当了，回过头来跟中国谈，这就注定了是一场硬仗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了，既然这么难谈，为什么最近纳斯达克和咱们大 A 都创新高了呢？确实啊，两边股市都创了关税战开打以来的新高。乍一看，市场好像觉得关税这事儿已经翻篇了，没啥大不了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信号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大考就在8月。8月为啥这么关键？因为这个时间点恰好撞上了中美两边市场最敏感的时刻。咱们先看美股那边，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AI、芯片这些科技股已经彻底疯了，成了美股的绝对主力，也意味着市场对川普那套胆小鬼政策已经不买账了。最近美国在国际上又开始秀肌肉了，到处展示老大的威严，告诉全世界美国还是那个美国，谁不服咱就干谁。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，那个敢动手的老大哥肯定最吸金。道理很简单嘛，国际社会本质上就是丛林法则，拳头大的说了算。所以最近这些国际动作确实改变了全球资金对美国的看法。那些原本怀疑美国不行了的钱又乖乖回到华尔街了。但问题来了，新高之后咋办？8月美国市场面临一个要命的考验，这个新高到底能不能站稳？因为涨到新高之后，想跑路的人可就多了，从低点反弹到现在，赚钱的人太多了，谁不想落袋为安啊？那8月的关键就在这儿，有没有足够的新韭菜愿意高位接盘？新韭菜进场无外乎2个原因，要么美联储放水了，
要么 AI 真的能带着美国经济起飞。从目前情况看，放水是不太可能的。AI 这块呢，很可能因为中美关税的不确定性，让大家又开始怀疑了。所以8月的美股可能会异常惨烈，多空双方估计要血战到底。美股必须扛过这轮厮杀，才能证明新高不是假的。要是扛不住，后面想再往上就难了。但要是真扛过去了，那美股基本就是下半年全球资产的老大了，后面的机会会多得数不清。咱们再看 A 股这边，8月同样要打硬仗。说到中国资产，现在的绝对主角就是股市。为啥？因为只有股市还有明显的上涨空间，也是最近所有投资品种里最能打的。股市就是中国资产的领头羊，其他的都得看它脸色。7月份，在神秘力量的持续呵护下，银行股拖着指数爬到了3600点。看大 A 的走势图，3600上头有几个要命的压力位，最关键的是3674点，这可是去年9月政策底确立后，市场自己搞出来的一个大阻力。这个位置堆了多少筹码，你知道吗？将近10万亿，往上还有3731点，但那里的筹码相对少一些，所以真正的生死战就在3674点。要是能突破这里，从技术上讲，下个目标就直奔5178点了。能不能拿下3674点，直接决定了 A 股能否成为下半年的全球资产老大。现在咱们来具体聊聊各个市场8月会怎么走。先说咱们 A 股，虽然川普的休战可能有变数，会给市场造成压力，但国内对股市的支持那是铁了心的，这可是没有退路的事儿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每次市场一调整，神秘力量肯定会出来救场，主要手段就是拉银行股。这次银行板块的强势再次证明了我的判断，就是在告诉市场别怕，哥们在后面撑着呢。现在 A 股市场的趋势特征越来越明显了，神秘力量重点关照的银行股已经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上升通道。在银行股的带头下，其他板块也开始跟风，创新药、AI、人工智能这些板块都冒出了一堆走趋势的牛股。8月这种趋势行情估计还会继续，在趋势向好的时候，那种今天追涨明天杀跌的操作就不太好使了。趋势股有个特点，一般只有成交量爆棚了才意味着要见顶，要么就是要调整了。要是没爆量，基本不会轻易破位。现在银行、医药、AI、机器人这些板块的领头羊基本都还没放大量，说明行情还远着呢。从管理层的态度看，是想让市场走稳健路线，而不是那种坐过山车的节奏，通过这种方式来攻克3674点。既然方向定了，8月的玩法也就清楚了。银行、医药有业绩做底， AI 机器人有故事可讲，这几个板块短期内都很难被打脸。从成交量看，要想真正突破3674点，两市成交得达到 1.9 万亿左右，要是能稳定在 1.8 万亿以上，那就可以积极一点。要是连 1.8 万亿都没有，那机会就不多了，还是跟着神秘资金的节奏走比较稳当。除了股市，其他几个品种也值得关注。人民币这块大概率还会继续慢慢升值，我之前说过6个月内会看到 7.1， 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看法。美元指数呢，大趋势肯定是要跌的，这个方向不会变，但8月因为关税这事儿的不确定性，避险情绪可能会让美元短期反弹一下，估计会冲到100附近。美股那边主要推动力还是科技股，所以纳斯达克依然是主战场。但8月本来就是美股的传统淡季，再加上关税问题搅局，技术上确实需要消化一下，要当心那种先小涨后大跌的套路。20200点是个重要支撑。最后说说黄金，中美关系不好，黄金肯定受益，但黄金现在还在箱体里震荡呢。8月突破新高的可能性有所增加，但我不觉得会有大行情。为啥？因为8月虽然是关键月份，但不管中美哪边能扛过这关，股市都很可能迎来不错的机会。所以就算黄金短期突破，估计也持续不了多久。说了这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，我想强调的核心观点是啥呢？8月将是决定下半年投资格局的超级关键月，中美2大资本市场都要经历一场真正的硬仗，
谁能笑到最后，谁就是下半年的投资赢家，谁就能抓住最肥的机会。所谓的关税休战90天，表面上看是握手言和，实际上是把真正的较量推到了8月。就像两个高手过招，看似收招了，实际上都在暗中较劲，准备更狠的一击。真正懂行的都知道，暴风雨前的宁静往往最要命。所以我开头就说，别高兴得太早，真正的大戏8月才开始。当然了，市场这东西变化太快，地缘政治和人心更是说变就变。咱们虽然可以通过分析判断大方向，但最终还得看实际走势说话。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，8月注定不会平静。中美两大经济体的资本市场都将在这个月经历终极考验。最后问问屏幕前的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次中美关税休战到底是真的要和解，还是更大风暴的前奏？8月的中美股市大 PK， 你更看好哪一边？要是有想法的话，评论区见，记得点赞关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